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认知地貌，人类大脑如何无中生有地构建概率结构。这也提出一个核心问题：人类学习概率时，并不总是追随真分布，相反，大脑常偏向中等复杂度结构。作者把这种偏好称为认知地貌，它指向平滑数据被重组为多峰结构。这里强调的是有限理性，不是机器式的精确拟合。研究由北京大学团队完成。面对同样的随机样本，客观分布本应只有一个峰。理想贝叶斯学习者会把噪声还原成单一结构，人类却常把它听成多个来源。主观报告里常见的是2到4个簇，这里的差异不是偶发误读，它更像一种稳定偏置。大脑偏好中等复杂度的内部地图。简单说，真相越平滑，感知越崎岖。研究者把测量拆成3步，先呈现10或70个离散样本，再让参与者在黑盒里归纳结构，最后输出3座高低不平的山峰。这里不问单个均值，也不允许反馈修正答案，这样更容易捕捉天生偏置，还要强制画出所有隐性原因。结构错觉有3个稳定维度。第一是未能收敛，样本从10个增到70个，真实结构始终只有1簇，人类推断却从接近3簇继续涨到3簇以上。第二是崎岖地貌，面对单一平滑分布，大脑更爱切成几个独立尖峰。第三是跨模态法则，无论1倍尺度还是5倍尺度，都会保留相似的3峰切割。它说明偏差不依赖具体任务，而是依赖结构偏好。DEE 模型把认知分成2条路，新样本进入后先走修改有簇，若现有结构还能容纳，它就只做微调。透镜表示概率扭曲，它会让信息在主观上重新汇聚，若结构不够用了，就转向扩张。下方齿轮代表创建新簇的成本，2道屏障共同决定，大脑更像资源分配器。认知约束之一是内存承载力阀门，参数 R 直接控制新簇扩展概率，现有簇越多，扩张通道越窄。图中曲线显示 K 从1增至4时，概率快速衰减，到 K 等于4以后，新簇生成几乎归零。这样的机制解释了报告通常停在3到4簇，它模拟工作记忆的消耗，也刻画了认知疲惫的累积。边界很清楚，容量一满，复杂性就被强制截断。参数贝塔描述了另一种约束，它作用在概率权重上。客观分布本来差异很大，高概率会被压低，低概率会被抬高。经过扭曲后，簇的权重更接近，主观表征因此显得均匀。它解释了为何错觉里常见近似等大的簇。3种模型的差别先体现在学习方式上。Variational GMM 依赖批量更新， CRP 和 DEE 都能渐进学习。真正的分水岭在约束是否完整。Variational GMM 没有记忆上限，它也没有感知扭曲。CRP 虽能逐步生长，却仍缺这2项。DEE 同时补上了2种限制，因而红线最长，预测也最准。8项实验覆盖了4个关键维度，它们同时跨越空间刺激和纯数字刺激，也跨越主动构建和被动识别。EXXY 和 EXXR 落在左下象限， EXX3 把任务推向更纯的数字环境， EXX4 到 EXX7 转向被动识别， EXX8 则是预注册的极限测试。这样的分布说明偏见不是单一任务产物。同样的中性数据点仍引出明显偏好，人们最少选择单峰真相，4峰方案也几乎无人青睐。最受欢迎的是3峰结构，2峰方案居于中间，但优势有限。更关键的是，均值和方差完全相同，差异只在峰的组织方式，说明偏见首先塑造了感知起点。在超过200人的预注册实验中，结论非常明确，参与者更偏好符合认知错觉的幻觉，而不是统计学真相。2者解释同一批数据时自然率完全相同，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内部结构是否顺眼。原始分布只有单峰，得票却只有2成，第一预测的3峰方案反而拿到8成支持，这说明偏好不是噪声，而是稳定规则。只要结构契合认知架构，错的也更有说服力。错觉并非系统故障，它更像有限理性的权衡结果。大脑面对无限假设空间，不能穷尽真相，于是它压缩连续信息，把平滑数据切成离散模块，这样更省内存，代价是精度会下降，换来的是足够好的掌控。
这项工作把数据与结构清楚分开了。他指出，数据属于世界，结构属于大脑。DEE 模型给出了一种统一解释：证据来自多项实验对照，人们偏好中等复杂度的簇结构，即便真实分布更平滑，偏置仍然稳定出现。它的意义在于重新理解有限理性。下一步值得检验跨任务和跨人群的稳健性。